解放军第3艘新航母的消息近来被炒得火热，作为航母战力重要组成部分的舰载机，自然就是其中最值得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。各位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根据外媒的消息，中国海军的新型国产航母完工在即，预计将在今年下水，最快或将后年服役。届时，中国海军航母之路将踏上一条更高级的发展之路。而中国航母的舰载机也被爆出了最新的动向。4月23日海军节当天，外媒曝光了歼35战机和歼 15T 战机的卫星照片。可以看出，在某训练基地内，歼35战机和歼 15T 舰载机并排停放，似乎是为训练做准备。此前外媒就认为，解放军新型航母将混搭列装歼35和歼 15T 型战机，而且还有新型预警机空警600的加入，其中歼 15T 战机将是新型航母的主力战机。歼 15T 战机相比辽宁、山东航母的歼15战机具备弹射能力，而且歼 15T 的雷达也是全新的大型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，探测距离大幅度提升的同时，还能够发射 PL-15 空导弹。相比早期的歼 15，其空战性能将成倍的提高。歼 15T 由于是依靠新型航母的电磁弹射系统起飞，那么在弹药数量携带上完全没有限制，满弹满油不是梦，这就意味着战机的作战半径、挂载的武器数量大幅度提升，而且由于电磁弹射系统的高效率，歼 15T 在国产新航母的整备速度和出勤率也将获得极大的增强。据分析，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国产新航母在舰载机的出勤率上，甚至比采用蒸汽弹射的尼米兹级核航母还要高。外界分析，歼 15T 作为舰载机的战力要超过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和阵风舰载战斗机，而且歼 15T 战机也将是新型航母的绝对主力舰载战斗机，和歼35隐形舰载机搭配上舰服役。而不使用更先进的歼35战斗机全面替代歼 15T 舰载战斗机，可能有3个主要原因。一、成本的考虑。新型国产航母战斗机载机数量约为60架，60架飞机若全部换装歼35隐形舰载机，采购价格和高昂的维护价格足以使人望而却步。而且后续中国海军肯定会服役更多的航母，如若都换装隐形战机，成本上必然不太现实。即便如美国海军也不敢全面换装 F-35战机，而歼 15T 的采购成本和维护成本要比歼35低得多。二、磨合程度。歼 15作为海军唯一的舰载机服役已经10年，海军的舰载机飞行员都是在这款战机上培训出来的。使用歼 15作为下一代先进航母的舰载机，飞行员可以更快的上手，磨合速度、战力的形成也会更快。三、多用途能力。歼 15T 的多用途能力、作战半径、挂载能力毫无疑问超过歼35，尤其是执行对地对海攻击，还是歼 15T 更适合。而且歼 15T 虽然不如隐身战机，但是作为常规战机，其技术水准也是最先进的3代半战机。因此未来的航母上，歼 15T 作为主力，在新航母部署的数量不会少。不过歼35可能也会在航母上部署1至2个中队。歼35相比歼 15T 虽然作战半径和多用途能力略逊一筹，但是论空战能力完全可以碾压歼 15T 战斗机。隐形战机的空战能力是歼 15T 无论如何无法比较的，所以歼35在航母上将承担夺取制空权和隐蔽打击主力任务。而能否掌握制空权，则在根本上决定了航母在作战时能否赢得战争。因此歼35在航母的重要性上一点也不亚于歼 15T。 最后就是空警600预警机。此前中国海军航母就一直饱受缺乏预警机的困扰，新航母上服役的空警600预警机将最大程度上补齐这个短板。
预警机具有其他飞机无可比拟的作战优势。固定翼舰载机载的都是航母打击群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，可以增强航母群的攻防能力、整体态势感知能力和网络中心战能力，也是任何其他平台无法比拟的。而且空警600的雷达比美国的 E-2D 先进一代，空警600将对中国海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。最后，虎哥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先进飞机与新航母的结合将迸发出强大战力。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可以增强舰载机的出勤率，以提高战力，而性能超过美国航母同类型舰载机和预警机的歼 15T、歼35战机和空警600预警机，对美国航母上的海军航空兵具有事态感知和空战反舰方面的优势。因此，解放军第3艘航母战力相比辽宁和山东号将大幅提高。除去动力系统确实不如美国的核航母外，其他方面的性能对于美国航母基本上是持平或者反超。可以说，中国的新型航母已经是当前常规航母的战力天花板了。